作为时装秀中的常客，拼接设计在不同的品牌、灵感及主题间穿梭自如，似乎片叶不沾身，又似乎不可撼动。日暮寒林头骨寺，雪花飞满水田衣。水田衣，一个美丽且神圣的名字，它由不同色彩材质的散碎布料拼接而成，外形似水田，故称水田衣。起源于唐代，拼布技巧使水田衣形成独特的款式风格，打破了当时传统的服装设计，获得了追求个性的人们的喜爱。而中外文化对于水田衣似乎冥冥中遥相呼应。我们来提炼一下以上讲义的关键词：色彩、材质、结构体，对应引出可持续时尚拼接设计的几个类别：色彩拼接、面料拼接、几何拼接等等。本期我们先来看几何拼接，形成相互交错且互为独立的结构体，外形似水田，故称水田衣。因此水田衣的设计标签即轮廓构成。几何拼接顾名思义，是以几何图形为设计的先行架构，所以印象、趋势、色盘等等的可持续时尚设计的技巧之一。Hello， 小伙伴，欢迎来到上镜时运。Any questions? 喜欢我频道的朋友，请点赞并关注。Which room?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实证环节，以画作验证论点。水田衣起源于唐代，兴盛于明清，尤其是南方地区。我们来看两个代表画作，上元灯彩图，年代可追溯到17世纪初期，万历至天启年间，画家身份不明，画作描绘了明末都市生活，其中可以看到水田衣的风格在男装中的体现，证明了水田衣不仅仅是女装的特有风格。宴寝怡情作于乾隆年间，画家身份同样不明，其中12件被波士顿美术馆收藏，另外12件于2010年4月在上海拍卖。其中我们发现了由规则图案构成的水田衣，而不规则图案的水田衣是目前仅有的实证，因此它无法证明水田衣后期的构图风格由规则到不规则演变这一论点的正确。总体来说，由规则图案构成的水田衣为历史的主导。好，以上讲义的关键词是规则性、结构的规则性，引出了几何拼接可搭配的不同灵感来源：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我们来看一个以俄罗斯结构主义为灵感的案例分析。首先，我们来进行设计案例分析。品类列举 Monokini 一件式泳衣，基本思路是在设计系列规划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库存面料的形状、大小、价格等等进行设计估算，勾勒并确定最终结构块的基本形状。设计系列规划包括但不限于氛围、色盘、轮廓、面料估算、定价、趋势研究、市场营销等等。设计灵感来源于包豪斯和结构主义。俄罗斯结构主义是20世纪初在俄罗斯兴起的前卫艺术运动，遍及绘画、雕刻、摄影、设计、建筑等各方面。犀利的棱角美学与几何设计为标志，干脆硬朗的设计线条，对称的轮廓与色块结合，打造现代主义氛围。在设计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形状的结构块之间打造了一种空间感及对称感，而黑色的衔接线用以强调并突出廓形的几何立体感。同时呢，我在两肋及腰部融入了镂空设计，这样提升性感度的同时，可以呼应几何拼接的主题。与传统的一片式泳衣相比，几何拼接设计的泳衣充分利用了散碎的布料，也就是库存滞销面料，同时渲染了立体感、空间感、设计感及硬朗感的氛围。一个简单的设计往往来源于深刻的理念。我们来看一个浪漫的佛学小故事，并引出本期的主题：可持续设计的历史发展。一天，佛陀站在土山之上，他遥望着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的稻田，对阿难说：“你看那蔓延到天边的金黄色的稻田是多么美呀！如果把那衣像稻田的图案缝合起来，你说好吗？”阿难说：“世尊，这主意很好，稻田式样的那衣真是妙极了。您曾说，一个比丘的修行如在沃田上种下功德的种子，留给现及后世的人受益。我会告诉僧众，把那衣缝成田状，称那衣为功德田。每一位学法修行的人，同时也播种了福德的种子。”佛教的僧服百衲衣就是水田衣的灵感来源之一。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小故事。佛陀望着金黄色的稻田，迸发了服装设计的灵感，而阿难尊者很快便理解了佛陀发菩提心，提出功德田作为佛教服装设计的理念。
为了区别佛教和传统的印度教，同时表达对修行郑重的态度。佛陀制定的戒律及规范中，对袈裟的要求是割截染坏，割截染坏可吸盗贼夺衣之念。同时使僧侣不以物为着相，以观内得清明，不起心动恶念，便减少作恶的可能性。这是佛教的菩提心，更是一种深刻的智慧，以预防的方式杜绝不利后果的产生。这与近现代可持续设计的历史性发展第二阶段防微杜渐不谋而合。可持续设计的定义是以任何方式为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的理论设计实践教育和研究。它的学术研究历史追溯到90年代，并具备鲜明的进化特点。以湖泊的污染为例，我们进行分析。最初，人们意识到污染的情况，采用补救的措施，清理污染的湖泊等等。我把它概括为破坏后的补救行为。进而，人们开始采用清洁技术来避免湖泊的污染。我把它概括为预防破坏的行为是第二阶段。进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设计在可持续领域的影响逐渐扩大，可持续设计的研究变多倾向于产品和服务的设计。我把它概括为专注于产品设计的行为。一个简单的设计往往来源于深刻的理念，如同百纳衣及水田衣。回到水田衣，很多学者认为它的来源追溯于唐代裁缝净溪来料，进而从工艺上借鉴了百纳衣的做法，而颜色更加鲜艳，图案也更加艳丽。古语有云：一针一线，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敬畏自然，净溪来料，珍惜劳动。这便是水田衣最初的设计理念。那么水田衣的后期是如何发展的呢？它与可持续设计又有哪些关联性呢？我们下期节目再来分析介绍。感谢大家的观看，秦大亚米与你相约下期再见。Nothing's going to stop me. I'm making my way home. I'm making my way. I go solo. Oh, I go solo. I'm making my way home. 喜欢我频道的朋友，请点赞并关注。我是秦大亚米。